来的忧伤，蔷薇的芬芳，泪落两行。伤掩盖或遗忘，阴谋和真相，谁来担当？剑缠绕在心上，挥不尽荣光，如泣如偿。叹命运太跌宕，怨气太痴狂，像梦一场。这恩怨难断，岁月总难当，豪情壮志与天地共享。无畏无惧，携手闯，表到地老天荒。当硝烟散尽，跌落尽时光，若至真只换，热血燃沙场，一路笑傲，四野八荒。八荒之上，日出东方，俯瞰众生和苍茫。莽荒之上，侠骨柔肠，不负天下和理想。你们下去吧。是。师公，上回刺杀失败，门主已经开始怀疑我了。您一定要格外小心，千万不要再露出任何马脚。放心吧。东七那边有什么状况？他应该在黑白学宫伤得十分严重，最近在无间门都没有见到他。东七为人心思细腻，就算没有什么动作，他也会暗自盘算的。对了，黑白学宫天阶法宝被盗，那为什么没见黑白学宫的人有什么动作呢？老祖，季宁等人早已暗中离开黑白学宫。暗中？果然不出我之所料，黑白学宫天阶法宝被盗，神王的封印就摇摇欲坠。黑白学宫那帮老家伙一定想尽办法阻止神王回归。季宁他们暗自离去，估计是去找其他的天阶法宝。其他的天阶法宝？是啊，但是已经无济于事了。神王回归乃大势所趋，他们再做也是徒劳的。就让他们去吧，等他们找到以后，我们就一并抢过来，然后献给神王。那我就算是立了大功了。老祖果然高明。族长，大恩不言谢。不必客气。不过你们最初说要天阶法宝，乃是为了巩固神王的封印。可如今神王已经破印而出，你们拿了天阶法宝，又有何用呢？赤明界域与混沌界域的两界封印，就存在于我黑白学宫之中。这两件法宝乃是用来镇守封印之用。如今神王虽然回归了，但其体内的部分能量仍然处于沉睡状态。唯有打破两界封印，让混沌之气涌出，他才能借助混沌之气唤醒身体的全部能量。也就是说，只要守住两界封印，不让混沌之气外泄，就能阻止神王功力恢复。如此一来，即便神王回归，也无法兴风作浪。只是，这神王阴险狡诈，诡计多端，恐怕他另有筹谋，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。我黑白学宫乃是为天下苍生所建，我们身为黑白学宫的弟子，自当身先士卒，绝不会退缩的。好，
神王回归，天下即将大乱，你们任重而道远。我东河氏3届大战中，也曾叱咤风云过，曾经击败过不少混沌界域的子民。后来担心神王报复，才一直龟缩于此。现在想想，实乃愚蠢之极。族长背负着整个东河氏的兴亡，考虑的当然是东河氏的千秋万代。这个我们理解。只是现在又要面对选择，我东河氏何去何从，尚未可知。族长，无论是什么选择，对于现在的你来说，都是最好的选择。惭愧啊，我还不如你们看得透彻。日后若有需要东河氏的地方，尽管开口，我东河记必会鼎力相助。谢谢族长，我们先告辞了。木头啊，嘿，纪宁，你们拿到天阶法宝了吗？这个好玩哎。木头啊，你怎么样啊？我好多了，多亏了大师兄的照顾，要是没有他的话，我可能好得更快。你，对了，听说神王已经回归了。神王回归了。外界完全没有得到这样的消息。此事事关重大，恐怕消息一传出，3界各界域就会动荡不安。这些年来，因为女娲娘娘的庇护，各界域对我们礼遇有加。但是众人皆知，赤冥界是女娲娘娘的心血，而神王又被女娲娘娘等人所封印，所以这次神王回归，必定会先攻打赤冥界。你们说到时候，各界域会不会纷纷投靠神王来攻打我们？而我们没有了女娲娘娘的庇护，该如何面对神王和各界域的攻势呢？何须忧虑？哼！我们赤冥界域愈见强大。多年来，各界域都依附着赤冥界域而生存。神王已经不是1000年前的神王，他不但失去民心，还更失去了大量的混沌能量，困兽犹斗，不足为惧。这赤冥界域和混沌界域孰强孰弱，我想大家应该很清楚了吧？大师兄说的没错，就算3界大战，我们也有信心能够守护好3界。我们现在要做的，就是尽快找到另一件天阶法宝带回学宫，其他的事情先放一放吧。快看看我们接下来去哪儿？北山市。哎，北山市不就是北山师兄的那个地方吗？我们跟他那么好，跟他说一声，应该能够免去很多麻烦。说你木头，你还真是木头。天阶法宝好歹也是圣物，怎么能说借就借？再说了，我们虽然和北山师兄有交情，但也不代表他有权利将天阶法宝借给我们呀。没错，就算北山市愿意借出天阶法宝，但是我们还要收服器灵。北山市是皇族，我相信他们的器灵并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。总之，一切小心为上。好。走。纪宁哥，你看于薇姐在那边闷闷不乐的，你要不要找她去聊聊？我看他是太累了，让他休息一会儿。那不行，我去吧。哎，
人家两个是一对儿，凑什么热闹？待着，待着。我麻烦。雨薇，怎么了？他们说看你一副满怀心事的样子，所以我过来看看。他们说，你看不出来啊？没什么，我就是有点累了而已。那我跟他们说，我们赶路的时候走慢一点。现在神王出事，形势这么紧张，怎么能因为我耽误了时间呢？没事儿，就这样走吧。行。你回来。什么事？为什么躲着我？没有。自打从学宫出来，你就一直躲着我。为什么？我真的没有。你别骗我了，骗得了我吗？纪宁，到底怎么了？因为之前你跟我说你有你自己的原因，所以你拒绝我。现在我自己也有我自己的原因，可以不用问吗？你的意思是，你拒绝我？纪宁，你究竟在想什么？你就当是我放不下你跟东七这个心结吧。你明明就知道我跟东七是清白的，你非要拿这件事情来做借口，你不觉得很牵强吗？我忍不了了，不行吗？我一直很在意你跟东七之间的关系，只是我没有说而已。就这样。你不相信我？好，我明白。我宁愿你喝，也不希望你受到范氏的伤害。
刚才你和纪宁哥没事吧？没事儿。可是我看你心事重重的，真的没事吗？真的没事儿，放心吧。其实，最近我看清了很多事情，特别是纪宁哥对你的那份感情。我虽然不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是我觉得，只要两个人两情相悦，那就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，不是吗？这世间的事，岂能事事都如你意？现在纪宁心里在想什么，我都不知道。雨薇姐，其实，在九莲心里，早就把你当成我最好的姐妹了。所以以后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九莲都愿意和你一起面对。谢谢你，九莲。谢谢你。殿才、吴峰，你们两个来了。长公，神王已经冲破封印，3界皆遭受灭顶之灾，还请长公能够出关，协助再次封印神王。此事我已经测算到了，神王被封印已有1000万年，怒气过重，功力甚至更胜从前。此时的我，也未必是他的对手。长公，我们已经派弟子出去寻找天阶法宝，待天阶法宝找回，我们可以借助天阶法宝，阻止混沌之气入侵。届时，神王的功力就无法完全恢复了。此事非同小可。据我所知，以神王的功力，即使不借助混沌之气，如果能找到承载他力量的人，他也一样可以释放全部的力量。那长公言外之意，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距离我出关之日，尚有7749日。只有7749日之后，修为才能有所突破，或许能与神王一较高下。尔等还需耐心等待。可是，既然如此，长公，我们就先行告退了，等待长公出关之日。师公，好，结界大捷，神王怕是已经穿过结界回来了。老祖，若是神王回来了，那纪宁等人就算是得到了天阶法宝，也无济于事啊。不，他们会用天阶法宝再一次封印神王。诺儿，你稍事准备一下，我们去抢夺纪宁的天阶法宝。可是老祖，如果神王回来了，此任务应该是无间门去做，与我们少爷氏有何关系？神王封印了那么久，一定需要很大的能量，我们献给他有什么不好呢？可是师公，我听说九莲也在那里。龙儿，大局已定了。墨尘，你知道怎么做了？墨尘知道。
余威果然很像，简直是一模一样。没想到我堂堂混沌界域火红仙子的后人，竟然流落到在这赤面界域。神王，你想做什么？我不过是来替火红仙子看看你罢了，顺便再将她的往事一一告知于你。我不需要。混沌界域的一切都与我毫无关系，我也不想知道。我只知道，我是赤明界域的余威，与你毫无瓜葛。余威，行了，我这次来是给你一个机会，有要事相授。你我之间还能有什么事？就算是有，那也是我将你杀了，替苍生除魔卫道。你又何必大动肝火呢？念在火红与我昔日的情分上，我不妨告诉你，我突破封印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要击垮这赤明界域。你若有意弃暗投明，我就赐你无上的荣光。你在做梦吧？余薇姐呢？啊，木头，大师兄，金田哥，你快醒醒！余薇姐不见了。余薇姐不见了。啊，余薇呢？不知道。余薇姐。余薇姐。余薇姐。余薇。余薇姐。余薇姐。余薇。应该在附近，我们分头找找。走，那咱们找那边啊。我们去那边看看。好。走。余薇姐。余薇姐。余薇有危险！门主，您这是要去哪儿？余薇现在有生命危险，我要去救她。您现在不能去，你明知道神王已经回来了。余薇这次受难都是因为神王，如果您现在去救余薇，那不是跟神王对着干吗？我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。门主。余薇，这赤明界域并不能发挥你的才华，你又何必如此的死心塌地呢？
我生是赤明界域的人，死是赤明界域的鬼。我永远也不会离开赤明界域的。哼，赤明界域，宇威，这些人都是一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，就像从前那些界域的统治者一样，害得我混沌灭亡。今天，我就让你看清楚，只有我混沌，才是你最终的归属。混沌已亡，再也没有复兴的可能。这一切，都是因为你修炼黑暗秘术所致。难道你现在还不明白吗？难道我壮大混沌界域有错吗？可惜你错用了方式。为了达到目的，不择手段，这才是生存下去的唯一办法。哼！当年你就是因为如此，混沌界域才会一败涂地，你才会被封印千万年。宇威，你现在口口声声都是对赤明界域的忠心，死心塌地的认为你就是赤明界域的人。可是他们也是这么认为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以为他们知道你是混沌界域的人后，还会这样对你吗？哼！什么石头，什么权力，在他们眼里都不值一提。他们只会诛杀你，来维护他们所谓的正义。就因为你原本是混沌界域的人。你住口！被我说中了你的心事，果然恼羞成怒了不是？今日我就让你认清楚，究竟哪里才是你的容身之处。混沌之气，千气银铁。宇威怎么样了？脉象紊乱，内力衰竭，真气也不足，恐怕是没有办法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我也不知道啊，这种情况我也是第一次遇见。宇威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是来救他的。宇威的事与你无关。废话少说，先让我救他再说。荒唐！要不是你盗取我黑白学宫的天阶法宝，我们就不用下山寻找，于薇姐也不会遇到神王，更不会伤得如此之重。在这里，最没有资格说救于薇姐的人就是你。什么？你是说他遇到神王以后才发生这样的事情？糟了，难道是神王使用了混沌之气？混沌之气。住手！于薇体质特殊，你竟然是害了他！于薇，于薇姐，
余薇姐醒了。你醒了，余薇。怎么是你？你怎么在这？先别说话，你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。余薇姐，余薇姐，余薇姐。雨多，带我去找余薇姐。走。你说余薇姐去哪儿了？怎么突然间就不见了？哦，对了，天气这么冷，你小心点飞啊！你冷不冷啊？啊？小心啊！有人跟踪。你，嘿，你这个傻木头！大师兄，看清楚再打。你想杀了我呀？我也不知道是你嘛。找到了吗？没找到。你呢？没有。我们都没找到，说不定余薇已经回来了。啊！没伤着你吧？啊！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我这么做，自然有我自己的理由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守护和坚持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们黑白学宫的弟子是以守护天下为己任。可对于我来说，整个天下都不及我所爱的人。东七，今年我想跟东七说几句话。余薇，余薇姐，余薇，余薇，余薇姐，余薇，余薇姐。木头，这样吧，我们分头去找。好。余薇姐，东七，谢谢你，但是，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们以后都不要再见面了。为什么？难道是因为我盗取天剑法宝，释放出神王了吗？我来自赤冥界域，你来自混沌界域。我们本来就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。可你明明是混沌界域的人，而我做的这一切，全都是为了你。为了我，为了我，你就盗取天阶法宝，释放神王吗？这我现在无法跟你解释清楚。总之，我有自己的苦衷，你日后会明白的。苦衷，东七，你知道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在守护赤冥界域的和平。为此，就算是付出我的生命，我也毫不畏惧。可你呢？你口口声声说为了我，可是你所行之事，却是将赤冥界域置身于水火之中。你所做的事情，都是将我守护的一切毁于一旦。赤冥界域，
总有一天，你会明白，你现在所信仰的这些信条和混沌界域的一切，都是背道而驰的。不要再跟我提混沌界域，我不是混沌界域的人，而这辈子，我也不想再跟混沌界域扯上任何关系。可你是南君的后人，明明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你，我一定要带你重回混沌界域。东七，你看清楚，我是余薇啊！不，我只是余薇啊！我不相信，余薇，我苦苦追寻了你这么久才找到你，我不相信你毫无所觉，我不相信你一点感动都没有。东七，放开他！九莲，子硕，大师兄，东七怎么来了？刚才余薇姐受了重伤，是东七救了她。余薇姐受伤了，她没事吧？你去凑什么热闹？在这待着。哦。东七，我是余薇，不是南君。我和南君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个体。那个你想着的、念着的、爱着的南君，他已经消失了。我不信，你们明明如此相似，怎么可能呢？东七，你听清楚了，你我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我们之间的恩恩怨怨，从今天起就算了吧。从今往后，你我二人恩断义绝，再见面，那就是正与邪的较量。你走吧。这就是你的决定。这就是。好，那雨薇，那你多保重。在梦荒之巅，余薇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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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西风下起是轮回，思念沉退，痴心不退，像个千年的眼泪，看尽落花不会遥遥无追。你口口声声说为了我，可是你的所行之事，却是将赤明界域置于水火之中。你所做的事情，都是将我守护的一切毁于一旦。这一切都过去了。一念长情只为你倾泻，落入虚无化成了结局。我不再是混沌界域的人，而这辈子，我也不想再跟混沌界域扯上任何关系。你看清楚，我是余薇啊！从今以后，你我二人恩断义绝。你走吧。伤情太
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刚才东七不是把于薇姐给救好了吗？她怎么又晕了？她不会是动什么手脚了吧？九莲，怎么样了？于薇姐体内现在像是两股真气在交锋，应该是刚才情绪波动引起的。两股真气？嗯，我看看。确实如此，他的体内有亦正亦邪的真气，而这股真气，感觉好像扎在于薇体内很久的样子。虽然有两股真气在作祟，但目前看来，力量是持平的。那怎么办？等吧。我相信于薇一定能熬过去的。我的心里住着一座城，你是城里的那一扇门，我们牵着脚注定的绳，穿过一眼又一瞬红尘，手上握着万千山河，也不及你一抹红唇。你的笑让星辰都触动，你锁眉把大地都惊动。我不想做什么英雄，只愿把魂绕在你手指中。我们总在为了争夺一次又一次错过，我们总是为了承诺一再被命运糊弄。明是挂在天上的彩虹，抓不住却瞬间流走。只愿为你，只能为你再来过。我们总在为了挣脱一次又一次错过，我们总是为了承诺一再被命运糊弄。明是挂在天上的彩虹，抓不住却瞬间流走。只愿为你，只